我真的是啊，一看到这样的姑娘我就头疼，只要她一开口问这样的问题，我就真的想怼她两句。不是我总说女孩子们啊，你们自己看一看全网哪个红娘不是在说你们的问题啊？真的是啊，心里没点数是不是？一来相亲就要找条件好的，哎，人家嘴里的条件好可不是咱们一般人认为的那个有个房子有个车收入几十万就算条件好了啊，人家嘴里的条件好，那动不动就是要找个住别墅的，最不济呢也是住皇家花园那种高端社区的人，事业有成自己创业的大老板。有个女生还把北京的几十个高档小区列了个名单给我们啊，就得照着这里边的人找。你就说这女人慕强哈，我真的也能理解，但是你有美貌有智慧有个好性格还有个端正的人品，那我真的是啊欢天喜地的给你介绍。可是你不是啊，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对自己自我认知完全不清楚的女孩。这几项你到底占了哪样啊？长相一般没头脑，性格还作，整天想着怎么捞钱，这难道不是人品问题吗？就这还想找那些成功人士，就你脑子里那点东西你能 hold 得住人家吗？还有一位学历不错的女孩提出来的要求也是吓你一跳啊，男生必须是北京海淀西城这块的啊，必须是哈佛牛津毕业的，资产得过亿啊，真的是啊，痴人在说梦。你不会以为资产过亿的哈佛牛津男就不看你的长相，只看你的学历吧？口口声声要用自己的头脑挑战一把颜值，太可笑了简直。人家是找伴侣，又不是要找个人天天头脑风暴。最可笑的还不是他啊，是一位事业小有成就的小姐姐，做梦都做到极致了。他居然把福布斯名单上的人搜罗了一遍啊，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介绍一个这里边的人。你们知不知道他这个脑回路是怎么长的呀？反正我不知道，都能想出这样的路数来啊，真的是绝了。在这里啊，广而告之一下啊，许愿去庙里，可别来我们这儿闹腾了，好吗？最后说一点啊，这些女孩子啊，就算真的大佬看上了她，他还得要求人家为他付出啊，又要得到人家的钱，还要人家装孙子得低头哄他，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完全不明白，男人一旦在感情里投入了钱，他就想找到这个大爷的感觉。然后呢，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捧着他，让着他，哄着他，他就会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大爷就当得好爽，钱也花得值了，他才会愿意继续在这个关系里。情绪价值的付出是向上的，懂不懂啊？而往往这些女孩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在感情里完全不懂得付出，只知道索取，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到最后她们什么都得不到。你们说是不是？你们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最令大龄剩女崩溃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吗？其实并不是被家里整天的催婚，也不是忙完了工作一个人回家的孤单，更不是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没有人分享，而是当他们真正的下定了决心，收拾好了心情，试着去找一个另一半的时候，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都不合适。快到迷茫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个满心欢喜的人，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根本就不会选他，人家转头就去找一个年轻的女生。还有更崩溃的，当他们终于想明白了，这样的年纪找对象要降一降标准了，降低了身高、颜值、收入、学历，本地外地都无所谓了，房子车子也可以放一放了。可是即便是这样，仍然发现对方依然看不上自己。有的男生呢，或许会非常礼貌地说一句，你太优秀了，我可能配不上你。我就问过一个男生啊，相比大龄女生情绪稳定、性格成熟、经济独立，你更愿意找一个单纯的姑娘陪她一起成熟吗？他说是的，还是愿意找一个单纯些的小姑娘，省事儿啊。这个就是一线城市相亲市场的现状。真的啊，不要以为打扮一下自己，主动一点就一定能脱单，也不是你保养的多好，看上去只有25岁就行了，年龄仍然是在那儿摆着呢，它不会变的。胖瘦可以改，衣品可以提升，唯独时间是不可逆转的。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打拼了多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大龄剩女，青春没有了，人老珠黄了，钱也没挣到，房也没买上，人还没嫁成，就已经老了，这个才是最崩溃的。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现在这样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多了啊！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恋爱推进不下去了，或者是分手了，男生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或者是给女生买的贵重物品都要回来。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最近呢，有一位相亲谈了3个月的女生啊，觉得彼此不合适了，就跟男生提出来啊，不想接触了。
结果呢，这个男生第2天就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居然是3个月以来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还有给女孩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的转账，前前后后呢也有好几万了。男生说，既然你还不知道合不合适，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既然不合适，那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所以哪天你方便了，把这些该还的还给我吧。结果搞得这个女生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她觉得很恶心啊。就这么着，这女孩觉得委屈了，就跟我诉苦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送出去的东西还要往回要，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你知道吗？他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一些千把块钱的化妆品，最贵的也就是一个1万多的包。我当时就给他转了2万块钱，然后呢立马就把他拉黑了。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我连一点退路都不想给他留的。他说也挺感谢他这个举动的还好分手了，要是以后结了婚还不知道他有多计较呢。这种日子谁想过呀？这种男人吧就是这么寒酸的，送礼物呢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不是吗？都说分手见人品，我觉得最屌丝的行为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要的，真的是绝句子，没有之一了。难怪他找不到女朋友，真的是活该。听到这儿男生们是啥感觉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话题吧。有的大龄剩女是真的不能找的，你就根本就搞不了人家有的人问我到底多大算大龄剩女我以大城市为例来讲35岁以后的未婚女人呢就应该叫大龄剩女了。为什么你搞不了人家呢？以我10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讲我对他们的了解，大部分大龄剩女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这些问题。最后一点真的很扎心。首先他们在自我认知方面都是有一些脱离现实的，基本上80%都是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这一点咱不得不承认，人家在工作方面的能力那绝对是很优秀的，在单位里独当一面，老板夸同事赞，自己开个公司比男人挣的还多。但是他们往往会以自身的工作优势呢来评判自己在择偶方面的优势。女人的慕强心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说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们认为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所以你如果不是一个比他更强的男人，根本你就吸引不了他。你不是人家的蝴蝶，就别往上凑了，好吗？如果让他勉强的去接受一个比自己差的男人，他们会觉得，那我宁愿高质量的等待我也不想将就一个低质量的男人的。所以呢，就这一个想法，基本上他就 pass 了大部分的男人，对吗？人家就是有那个勇气要去跟那些20多岁的姑娘抢那 5% 的优质男人。你有什么办法？咱们是改变不了他的想法的。其次呢，还有一部分大龄剩女是被多年的毒鸡汤给灌的，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思维，对男人的要求高到了极点。人家不管多大岁数了都是公主式的谈恋爱。男人你就得宠着我，你就得惯着我，你得让着我，约会必须车接车送，所有的开销都得男人买单，节假日男人你得有计划，得有付出，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送礼物搞惊喜，情绪价值得拉满了。他自己可能什么也不会为你做，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会掉价的。你要是说他，咱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了，成熟一点行不行？正常一点行不行？咱是奔着结婚去的，能不能不玩那些虚的东西？能不能像一个像模像样的过日子的媳妇儿可是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太没情趣了进行不下去都是你的问题。他们基本上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很多大龄剩女会跟我们说不想找一个大龄未婚男人，因为他们担心对方生理或者心理上有问题，宁愿找个离婚的都行。所以你们来看看他们看问题的角度真的是比较奇葩的。他觉得别人大龄单身一定是有问题的，而自己大龄单身一定是有客观原因的。那我们来说最后这一点真的很扎心，也很可怕，就是大部分的大龄剩女几乎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因为他们的感情经历一般来讲都会比较丰富的，很多人都会有同居史怀孕史，被渣男玩过，被有妇之夫伤过，当过备胎，做过小三儿。他们终于累了倦了，他们想歇下来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不会被爱上的大冤种接盘侠。
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生育价值啊也已经降低了啊。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你还要不要传宗接代啊？所以呢，你想明白了再做决定，好吧？现在大城市里啊，女生有多卷，你真的不知道啊。30岁的女生跟00后的女生，那竞争非常的激烈。最近有好几个案例啊，都是这样的。我这儿有个92年的啊，谈那个男朋友啊，谈得好好的，都见了家长了，结果就是因为见了家长了，男生说这个婚还是不结了，女生就给搞蒙圈了呀，不知道咋回事，问男生，男生说跟他谈了2年了，什么事情都顺着他，听他的。但是这一次女方家长提出要30万的彩礼，他接受不了，而且关键的是女方家里压根就不提要不要给嫁妆的事儿。男生觉得呀，跟女孩在一起这2年没少给她花钱啊，每个月的工资基本都花得光光的啊，给她买这个买那个，就算要结婚也得跟家里边拿钱。要是就拿几万块钱的话，意思一下也可以，但是这么多钱，那让自己的爸妈以后怎么养老啊？主要的问题是，男生觉得他们的感情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但是女生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啊，让他特别的失望。因为女生觉得自己为什么还不值30万？原来在男生心目中，自己就那么不值钱。这个就是他们的矛盾点，一个呢在谈感情，一个呢在用感情谈交易。也就是因为这样啊，男生家里边开始张罗着给他另外找一个对象。这不，一个00后的姑娘就出场了啊！男生刚接触这个小姑娘的时候，还有点忘不了前女友，但是这个小姑娘啊，不仅仅年轻啊，还很懂事，这一点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男生给她买个礼物超过200的，她觉得太贵了啊，还怪男生他浪费了，说以后啊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咱要攒一点钱。节假日呢，男生想带她去吃个大餐，她死活就不去啊，说咱们不能买菜自己在家做吗？自己在家做多浪漫啊！给他点零花钱吧，他也不会乱花的啊，每一笔开支啊，他都会记在本上啊，总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他们共同的用途上。他总是呢想方设法的为男生去省钱。男生要是给他买衣服呢，他也会给男生买，而且呢都不用说啊，这个女生就知道男生喜欢什么。闲暇的时候呢，从来不会想着去那些高消费的地方消磨时光，他呢喜欢看看书，弹弹琴，陪男生去公园散散步，一起买卖菜，做做饭。小姑娘说了，双方都不是家境很好的家庭，结婚的话彩礼嫁妆都可以不要啊。男生这个时候啊，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啊，就算我把我的全部给了你也值得了。就这样啊，这位00后的小姑娘啊，轻松拿下了这位小哥哥。就这个时候啊，前女友来了啊，后悔了，想复合啊，彩礼1分钱都不要了，只要能够结婚好好过日子就行。他还说男生啊，你可真有本事，转身就去找个00后的姑娘，年龄还比你小这么多，长得还漂亮，你比人家大这么多，你就不怕这姑娘只是想跟你玩玩而已吗？或者就是对你另有所图呢？这些你搞清楚了没有啊？男生说，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好吧？你以为她只是年轻漂亮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关心我的，从来不在乎我累不累，只关心我挣得多不多，下一个礼物该买什么了。你究竟看中的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他从来不乱花我的钱，只想着给我省钱。而你呢？如果我不是遇到了他，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区别有这么大。我现在就想跟他好好在一起，有没有结果我都无所谓，只要离你这种人啊远一点啊就好。你们说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呢？最近有一个话题啊挺火的，你们知道吗？叫3无6有。据说呢是因为现在的女生找对象啊条件过于苛刻了，所以呢男生们呢也折腾出来一系列要求啊，可以跟女生们的要求啊相对应了。大家啊都要公平对待嘛，所以呢提条件的不能总是某一方，对吧？这是男生们列出来的一个新的找女生的标准。3无是指的什么呢？这第一呢就是父母无病，身体健康，能自理，最好以后可以帮着带小孩啊。第二呢就是没有弟弟啊，娶妻不娶伏地魔。这好家伙啊，有弟弟的女孩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不招人待见了，能这么郑重其事的形成这么一条要求啊，看来这个问题影响已经不小了。家里有一个弟弟的女孩的家长们，你们是不是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呢？第3条啊，就是没有公主病。现在大家都很累，回家还要伺候你，那谁愿意啊？你要是非要做公主，那我还是个小王子呢，对吧？感情呢是相互的，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要付出，谁也不想做大冤种的。那这个6有又是什么鬼啊？第一呢，就是父母要有退休金，养老问题不能成为未来的负担
第二呢，女方要有稳定的工作，你不能今天做个前台啊，明天又去做个网红，3天打鱼2天晒网的啊。结婚了最好也能有一份工作，圈子干净简单。第3条呢，这穿衣打扮啊还是要有点水平的，你可以丑，但是你不能太懒了，不然我怎么把你带得出去呢？有个好看的外表呀，还是能让人赏心悦目的，我带出去才有面子啊，对吗？第4呢，还是要有一点学历啊，至少啊也得上个本科，要不下一代的教育怎么办呢？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这第5点呢有点狠啊，必须得具备传统的贤良淑德。那这一点呢，我估计现在没有多少个女生懂啊，哪个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有几个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呢？没有被洋墨水呛出毛病来啊，都不错了啊。第6呢，就是性格得好。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有利于家庭氛围的建设，一个温柔包容的妻子呢有利于丈夫的事业，一个和蔼博大的母亲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啊，娶妻娶贤望3代，总不能娶个媳妇儿毁一生吧？你们觉得他们的想法有没有道理呢？来，我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相亲对象一上来就问你房子、车子和收入，你们觉得对这样的女生你会有好感吗？最近有一个自认为条件很优越的女孩，连续相了4位优秀男生，每个男生反馈回来的信息啊，都令我很无语。第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见完面之后啊，反馈跟我说，这个女孩第2次出去吃饭啊，就问男生家里到底有几套房产，刨根问底儿，多少平米啊，在什么位置啊，都在谁的名下。然后饭局结束的时候，估计呢是觉得这个男生条件挺好的，就问男生说，你觉得谈多久可以确定恋爱关系呢？妈呀，男生直接被问懵了啊！然后呢，这个男生就问我，现在的女生啊都这么主动了吗？我们才吃了1顿饭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能确定关系吗？着实在他意料之外。那第2个男生呢，家境也很好，暂时在北京还没有买房，但是人家的实力啊，北京买房随时可以。这个女孩第1次吃饭的时候啊，就问这个男生啊，以后打算在什么地方买房？自己觉得呢，还是要在北京买个学区房。自己家里呢，在北京已经买了房了。男士一问啊，是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而且呢，在郊区。但是这个女孩呢，就好像摆出了一副你连个房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架势。她的这种态度让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太肤浅了啊，很无语。第3个男生呢是自己做生意的，前几年呢生意好的时候，1年能挣几百万。最近呢1年因为转战线上嘛，收入就稍微的有点下降了，目前呢估计也就100多万。这个女孩呢也是啊，跟人家问了个底儿调，把人家近5年的全部年收入啊都问了个遍。然后呢，她还看不起这个男孩现在的收入，嫌太少了。我就不明白了，做生意的有那么稳吗？哪年低一点哪年高一点，那不很正常吗？甚至什么时候亏了倒闭了都不好说。你们说他是不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还一心要找一个做生意的啊有钱人，一副只想共享繁华不能共担风险的嘴脸。说实话，红娘老师我呀发自内心瞧不起他。第4位男生的反馈更有意思啊，这位呢也是自己做生意的，年入很高，我就不说具体了，人家呢基本都财富自由了。这个女孩啊真的是很无脑啊，问人家有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问人家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子。实际这位男士在国内有很多处别墅和房产啊，还有写字楼，北京只不过呢暂时没有买而已。一套房子在他的眼里那这不是小意思吗？但是这个女孩啊就只盯着人家的问题看啊，不看人家的综合实力。说句实话，这几个男生没有一个配不上他的，我估计啊他相那一大圈啊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总是盯着这些东西问，会很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这个毕竟是相亲。结果他还反问我，说都出来相亲了，不应该直白一点吗？问这些问题问清楚点不应该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问男生这些问题就等于男生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打过几次胎是一样的道理，你舒服吗？你们说对不对？现在婚恋市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男生不管多优秀都会有被嫌弃的时候，而女生不管她长啥样啊，她都挺自信的。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现在啊，有的小姑娘好像对钱和财富是没有概念的，对于自己的颜值和条件那都是超级的自信。
最近我这来了个95年的女孩啊，张口就要找资产过亿的。那我给她看了一位91年北京男生的资料啊，人家呢是自己在开公司，家里的资产过亿，国外留学回来的，还蛮优秀的啊。这么好的条件，他居然还是嫌弃这个男生。只不过是家庭资产过亿而已，都不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然后人家说了我那个只找85年以下资产过亿的啊，那必须是没有靠家里边，而是靠自己白手起家起来的那种啊。真的是太让人下头了。我当时就问他，姑娘，你是对财富积累没有什么概念吧？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数字需要多少年的积累才能有吗？你知不知道这甚至是需要好几代人积累下来才会有的吗？就算中彩票也得中好几十次了吧。天下能有几个人30多岁就资产过亿了，还必须自己白手起家的。我心里想就算真的有这样的人还能轮到你呀？那你是刘亦菲还是范冰冰你家里有没有镜子？能不能每天出门前好好照照，看看自己长啥样？你不就是学历高点吗？家境平平，长相平平，没房子没车没存款，就这都能把你自信成这样。你说他读了这么多的书，学历还挺高的，怎么脑子里认知这么低呢？就他这长相根本不可能找个资产过亿的，他找个年薪100万的可能都很悬，都不知道咋想的。我就跟他说我这里有这样的人，可能呢人家也不会选择你的。这个时候我说话也就不忌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学历还行，可是呢短板太多了你长相不行，家境也不行，我这里可能真帮不了你你去别处看看吧结果呢他又调转话锋嘛，那我要不然考虑一下年龄比我大一些的大叔吧。我真的很无语这不还是换汤不换药吗？大叔你就搞得定啦，大叔身边更是美女如云，好像人家有钱大叔吧就没有见过年轻女人似的。那除非有一天这个大叔脑子给摔坏了，或者呢他看美女看腻了，就想找个丑的搁家里边慢慢欣赏。那你们觉得会有那天吗？是不是今天有个挺有趣的事儿我来聊一聊。今天上午有一个89年的男生来我们这儿呢咨询一些相亲的事儿正好呢有一个93年的女生呢也在这儿。这个姑娘呢正在跟前男友通电话就那个声音分贝特别高，大家都能听得到的那种。就听到她在电话里边大声的数落她的前男友。她说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连20万的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上班挣的那点钱够干什么用？你自己喝西北风你还想带上我呀？别跟我说什么感情，你不想付出就想娶我呀，门都不会有的。还有你们家那个房子才60-70平，让你加个名字给我点安全感，你就找各种借口不同意，说这是你父母的房子，那你倒是自己买一套没有能力结婚就别做白日梦了，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吗？他挂完电话之后那个89年的男生正在旁边填写信息。这个女生呢就偷偷的凑过去看了一眼，转过头就跟我说你看这个男生的条件就是我就特别满意的，能不能现在给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我呢就拿过那个男生填写的信息看了一下185的个子美国海归硕士，北京人，家里有好几套房子，男孩呢自己年收入60多万。然后我就过去问那个男生了我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男生说我想找个95后，身高呢1.68米以上，最好是北京本地人，硕士学历，长相漂亮点的。我结婚是不讲究彩礼什么的，如果女方那边要提彩礼的话就免谈了。另外我们家房子挺多，但是都是在我父母名下的，所以我也不可能给我的老婆加名字，最好她自己呢也有房子。我听完了之后我就看见旁边93年的这个姑娘一脸的尴尬因为她没有一条是符合对方要求的。但是你们知道怎么着吗？她这个时候很不甘心她居然就厚着脸皮上去要这个男生的微信。男生说就别加了吧我呢对你这种普信女一点兴趣都不会有，你倒贴给我都不会要。你们看看就是这么个事儿。姑娘被狠狠的打脸了我跟你们说一个相亲真相吧，当你对一个人的身高、长相、学历、家境各个方面你都很满意的时候，这个人他100%是看不上你的，你信吗？如果你的闺蜜总跟你说你男朋友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最近有个姑娘跟我说这件事让她特别困惑。她有2个闺蜜都是单身，大学的时候呢她们仨就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大家都27、28岁了，
家里边也催得比较急。现在呢，只有她啊谈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男朋友，只不过呢，她这个男朋友可能在经济条件上真的是不太好，在北京没有房子啊，有辆20万左右的代步车，他们俩租房子住。男朋友呢，1个月工资就2万多，每年2个人除了春节啊，只过情人节和生日。男朋友对自己其实也挺好的，虽然他现在没有多少钱，但是啊，他是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他的收入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也每年都在不断增加的。谈了2年了，男朋友确实没有给自己买过什么高级的奢侈品啊、礼物什么的，但是他俩都希望把钱呢攒一些啊，留着以后婚后用。他自己认为那些什么名牌包包呀、高端服装啊，穿在身上不过是给别人看看而已啊，那自己的生活自己才知道，那何必活得那么虚荣呢？再说了，他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其貌不扬的姑娘，所以他就想做一个安分的女人，找一个普通的男人，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可是啊，她的这2个闺蜜啊，这2年真的没少劝她啊，说你就别跟这个男人在一儿吃苦了啊。大北京有的是混得好的男人，为什么不重新选择，找一个有钱的？干嘛那么努力攒钱呀？你这个男朋友这么穷，他根本就不配结婚，未来有你哭的时候。就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没有听他们劝的，那现在联系都变少了，所以他自己呢也开始怀疑啊，自己坚持的是不是错了，甚至他自己都开始有点动摇了。想一想北京的房价啊，以现在男友的实力，估计未来是不可能在北京立足的，所以他最近啊都有点抑郁了。可是我跟他说啊，你别听他们的，听他们的，你就会跟他们一样，最后成为大龄剩女，做梦都在等一个霸道总裁爱上他。最后呢，等到了人老珠黄，被人家男人挑来选去啊，被有钱的人玩弄身体和感情，到时候呢，他们就会明白那句话，圈子不同不要强融，总想攀高枝儿，你咋不看看自己到底是野鸡还是凤凰啊？再说了，下回他们再这么劝你，你一定要给他怼回去。你说关你屁事啊，我老公我自己选的，我乐意，他是花你家钱了还是吃你家大米了，你不要给他们面子。你要相信啊，总有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啊，想看你笑话的人，一定要跟他们保持距离的。就如果你也被他们带节奏了啊，也跟着一起挑你老公的毛病，要不了几年啊，你就会发现啊，别人呢都好好的啊，就你本来该有的都没了，到那会儿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明白了吗？所以在当今这个社会啊，当滥情都成了主流的时候，深情反而成了罪过。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是有罪的。谈恋爱啊，是一定要速战速决的啊，为什么呢？今天有一个姑娘啊，过来跟我抱怨嘛，说最近她跟男朋友啊推进不下去的感觉了，明显对方对自己冷淡了。那我就问她谈了多久了，她说谈了5个多月。然后我又问她关系到了哪一步，她说自己啊性格比较慢热啊，以前谈的男朋友都是主动追求她的，她呢几乎不会主动啊，主要是自己不太会。而且呢，她又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所以目前他们的关系啊，也就是看看电影、吃个饭，偶尔呢去爬个山，最多啊有个拥抱啊，接吻都很少，也就是这样啊。我问她，那有没有见过男生身边的人，比如说亲戚、朋友什么的，有没有去过男生的家，除了吃饭看电影，有没有一起去经历过一些事情啊？有没有为男生付出过一些什么呀？她说这些都没有啊，但是她给男生做过1次饭，因为那天是男生的生日。那我一听啊，是这样啊，那我说，那人家可能就是在考虑要跟你分手了，或者呢，就是已经找到了下一个想要接触的女生。所以我和你们说啊，谈恋爱是一定要速战速决的，除非你不想结婚，否则谈到3到6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儿了。女生不要那么慢热啊，非得等到有感觉了才行。男生呢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知道吗？但凡半年、1年谈下来，你们2个所有的约会还是停留在吃饭呀、看电影、聊天啊，双方的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接触过啊，也没有深聊过谈婚论嫁的事儿，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就走歪了啊！这样谈下去呢，不要说半年、1年，再给你2年、3年啊，都是纯粹的浪费时间。那么重点就来了啊，下面呢我说3件事啊，做好了就可以快速推进结婚的进度了。第一点就是交往初期就要明确的表示自己是要奔着结婚去相处的，甚至呢你可以告诉对方一个时间节点，大概是半年或者8个月或者是1年。
如果不合适，咱们就在这个期间尽快分开。如果合适的话，最多谈这么久。不要用我们女生自己的思维去想啊，觉得这个话一说出来啊，你就掉价了。其实完全不会的。对于想要结婚的男生来说，你这么说其实是加分的。会因为这个话而吓跑的人啊，本身就没有做好要跟你结婚的打算的。所以这样的人你早一点筛选出来是好事儿啊。第二点，快速主动的突围，主动出击啊，除非他确实工作很忙不方便，否则其他的时间你想给他打电话你就打呗啊，你想要跟他聊视频就聊呗啊，包括积极深入到对方的生活核心圈里面去啊，比如说他多年那些要好的朋友啊，他的朋友圈你得进去啊，认识他的家庭成员啊，这些要多相处，因为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人的。如果对方找各种理由不配合你啊，那你心里边就要有点数了，知道吗？说明其实你没有进入对方的认可的范围内，可能他还没有要和你结婚的打算啊。第三点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交流一下未来在钱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啊，了解彼此的消费观，以后的家庭开支谁来做主，财务是合币还是财务 AA 或者财务 AB 制，总之一点点讨论清楚，也只有讨论清楚，你们才能算真正的在交心，在交付未来。不要觉得这种话开不了口，因为只要你是想和这个人结婚的，那这个钱的问题就是绕不过去的。与其你们谈了很久很久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成本了，再去面对这个问题会不会太晚了还不如早一点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吗？所以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别再问我离婚了好不好找二婚的人不论男女，想再找个对象真的是太难了。女的吧，总想再找个男人去依靠，但是男人找她吧，大多数就是想睡睡觉。二婚的女人心气儿往往还挺高的，没钱的她不要，有钱的她又够不着。好不容易遇到个知冷知热能舍得给她花点钱的男人吧，可能人家又是个有家室的。女人还是不甘心越嫁越差，那眼光呢总是往高处看的，带个孩子还做着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美梦。所以二婚的现状是这样的，男的没钱，女的不想要，女的年龄大了，男的不要，男的有钱呢，女的又够不着，女的有钱吧，心气儿还挺高，女的长得不好看，男人不会要，男的没啥大本事，女的不想要。离了婚没有孩子的不好找，离了婚带着孩子的都没有人要。条件好的不考虑他，条件差的一听有孩就放弃掉。女的想的是，你要是肯给我花钱还对我挺好，那我可以考虑考虑。男的想的是那我要是给你花了钱你又反悔了，我哭都没地儿去。男女双方都是走过弯路的人，都吃过一些大亏大家呢都长了360个心眼，各想各的利益各算各的账，真的是太难了。如果你也是个离婚的你还打算找还是不找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极端女权主义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说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而且大多数都是女性提出来的呢？那是因为男人在婚姻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女性在婚姻当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在于怀孕生育这件事儿。这个事儿还不能用金钱来计算，他们说女性一定不能沦为给男人生孩子的机器。还有呢，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这些也是不能用费用计算的。所以女性照顾家庭带孩子做饭，那不就是个免费保姆吗？如果按照女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创造的价值来讲，男性未必给得出这个价格。所以说聪明的男人会把老婆当成自己的宝贝，而且就根据目前这个结婚率而言，你以后有一个老婆你就烧高香吧别拎不清了。另外孩子生出来那也是跟男人姓那女性确实就是在给男人传宗接代吗？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绝对就是不公平的。他们甚至认为不结婚不生孩子，有能力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自强自立，不依赖男人，那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女性。虽然说我也是个女性，但是我必须说极端女权主义那就是一场阴谋，它宣扬女性觉醒和男女对立。那我就想问一问，如果你认为在家当全职太太就是给男人当佣人，那么你出去工作是不是就在给资本家当佣人呢？
她让你认为在家帮助自己的丈夫照顾家庭，那是在被奴役，但是出去为雇主效力呢，那就是一个独立女性了。这个不是扯淡吗？生个孩子跟男人姓就对你不公平，那你可以加上你的姓啊。孩子从你的肚子里出来的，以后要管你叫妈，那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你说婚姻当中男人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到底体现在哪里啊？你是给男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吗？还是给男人带来了情绪价值上的利益呢？或者说你是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利益吗？如果说你认为你赚的比男人多，你就觉得凭什么老娘要伺候你呀？那这句话我们换一个性别来说啊，那是不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男人比女人挣得多，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就应该乖乖的伺候男人呢？所以极端女权主义它是自相矛盾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在婚姻当中男女不应该对立，女性呢是否有自我并不取决于她是一个全职太太还是一个职业女性。其实全职太太是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如果你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的家人他也就能明白，那你的婚姻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让极端女权去她该去的地方，你们说对吗？现在啊，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和那些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的区别啊真的大了去了。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她说啊，你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一定要看他给你花多少钱，花的越多说明他越爱你。不舍得给你花钱又抠门的，那一定是不爱你的人。女人给男人生孩子，那就是对男人最大的奉献，所以他对我们好那是应该的，他就应该付出代价的，那是他欠我的。要不他自己生一个给我看看。他们还说啊，那些只图感情不图钱的女人啊，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女人，最后呢都会输得很惨很惨。倒贴的女人那不用提了，那真的是蠢到家了。一个男人连家都撑不起，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吗？如果我有钱，我又有貌，我还有子宫，为什么我非得结婚？要不我要个男人干嘛？给我添堵是吗？我们再来看一看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怎么说的啊？她们说啊，我又不是什么商品，我的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换取，男人给我花的钱再多也不一定代表他爱我，真正爱我的男人是会给我一个家，用一辈子来守护我的人。我不认为生孩子就是给男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孩子那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我们都很爱他，是我们共同生命的延续，也是我们爱的见证。他们也不会认为那种图钱的女生是傻瓜，反而这些女人才是聪明的，因为婚姻它一定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财富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奋斗努力的，这样的婚姻才会稳固，才会幸福。在婚姻关系当中啊，一个女人要是没有钱，大部分的男人啊都愿意养她，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钱了，那些物质女啊就马上想远离他了。而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妻子却会不离不弃，她会说没事老公，我养你。当男人东山再起的时候，有很多傻女人又会回来找男人，还能要他吗？傻女人呐，天天都在喷男人啊，男性欠我们整个世界啊，一边呢又要公平，一边又要求别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真正聪明独立的女性啊，她们是把男人当朋友的，当人生的伴侣的，当一生的盟友的，是共同进步的良师益友。你们觉得到底哪种女生更值得被爱，更值得被选择呢？她们到底谁傻谁更聪明呢？评论区咱们聊一聊好吗？如果相亲啊遇到这样的女生啊，可能真的是你再有修养啊，你都忍不住啊想怼她几句，真的。前不久呢，我安排了一个女生见一位很优秀的男士，话说这个女孩长相啊真的是还蛮漂亮的啊。那目前呢她在读研，普普通通的家庭出身啊，26岁。这位男士呢是自己在开公司的，收入的非常可观。那这个年龄稍微大了一点点啊，35岁了。两个人呢约在一个餐厅里啊，男士呢非常有礼节啊，让女士啊自己点菜。这个姑娘呢看着菜单点了7、8样菜啊，全部都是这个饭店里最贵的。总之啊，这顿饭最后呢吃了2000多。席间呢，这个女生就各种啊打听男士的资产情况，问他住在哪儿啊，住在什么小区啊，在北京有多少套房产呀，啊开的是什么品牌的车啊，公司一年能赚多少钱啊，银行大概多少存款啊。说实话，一个事业做到这么成功的人啊，跟这种蠢丫头相亲，我感觉真的是啊在浪费时间呀，哎，都给我丢脸。可笑的事情是呢，
哎，当这个男士啊说自己的全部资产加到一起，可能有一个小目标这么多啊，那这个女孩呢，竟然非常平静地说了几个字，还可以吧，脸上还露出了一个不屑的表情。这个回复让这位男士感到很惊讶哦，他就说啊，那既然你都这么直白了，那我也问你几个问题好吗？男士说，你现在还在读研对吧？那你之后呢，工作方面你是怎么打算的呢？女孩说，我不打算工作，我要先找一个对我好的老公，我就不打算工作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男士又问他那你之前谈过几段恋爱呢？他说，不瞒你说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男生在追求我，谈过3段都超过了1年以上的问他为什么没有成，他说我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些普信男嘛，要么就是渣男，所以我现在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男人身上了，我就想找一个踏实过好日子的人。然后男士又问，那你家里边是什么情况呢？他说我的父母就是普通的职工我有个弟弟还在念大学。最后问他，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呢？他真的就是那句话，我年轻漂亮其实说到这儿这个男士已经对他超级下头了，其实心已经凉凉了，但是人家出于礼貌呢，还是把这个饭吃完了单也买了，然后2个人呢还在商场里边溜达了一会儿。结果这姑娘这个时候按耐不住内心的狂喜在一个品牌包店逛了很长时间就不出来。这个男士明白他的意图，但是怎么可能给他买什么东西呢？人家完全没看上他。结果他看这个男士没有给他买东西的打算，就直接开口要了，说你看咱俩出来相亲，你不打算给我送点小礼物吗？男士这个时候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说了一句，你觉得我是看上你了你可真是很自信喜欢你就自己买呗说完人家就走了把他一个人扔那儿了，是不是很尴尬？现在这样的女生实在是太多了你就说说普普通通的你没有什么背景，家境也一般自己呢1分钱不挣有几分姿色，你又想等着一个有钱人来娶你来养着你你有让人家看得上你的点吗？你凭什么呢？你有什么利他的属性吗？你真的认为单靠颜值你就觉得自己配得上有钱人？说难听一点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点异想天开了，明白吗？我就告诉你为什么你想嫁给有钱人让你温柔主动套近乎，你说你拉不下来这个脸，让你去舔大哥给点情绪价值，你一副端着的样子，让你上得厅堂下的厨房，你说我什么也不会干让你学学亲密关系怎么去照顾对方你理直气壮地说那应该是男人做的事情让你每天坚持看2个小时的书，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你说太麻烦了。让你学习提升自己眼界，提高情商，做个聪明的女人吧你说我只想做我自己我不想为任何人去改变。你还想嫁个有钱人，你凭什么嘛就算我给你介绍多少个身价很高的男人，你跟人家聊10分钟，你都不知道跟人家聊点什么你能够吸引得住这样的男人吗？你还想让他喜欢你？就你脑袋里边那点东西能够让对方多看你一眼吗？我认真的告诉你有钱的男人不单单是只看你的脸的，你没有对等可取的价值是不会喜欢上你的，你懂不懂在婚恋市场女生的高学历高收入真的不一定是优势年轻貌美高颜值才是绝对优势。你不信可以来试试今天上午我们给一个88年的女士匹配到一个82年的男士，这位男士果断拒绝了她。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男士，我说你看这个女生对于你的年龄来讲的话还是算年轻的，而且她的学历还挺高硕士毕业的。男士说，那我找老婆并不想找个学历特别高的呀，跟我差不多本科就行了比我低了也行我不太在意这个事儿的。我说那你看人家也有房子有车，收入也有40多万了，跟你的条件是很匹配你们可以少奋斗好多年了呀。男士说，他的房子车子包括他的钱都不可能给我用的，如果结婚了还不是住我的房子开我的车用我的钱吗？他的东西都是他个人的，我的东西要跟他一起共享的。女人给男人花钱那不就叫倒贴了吗男人给女人花钱那不就叫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所以他的房子车子和票子跟我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不会看这些东西的。再说了，他这个岁数大龄产妇了，生孩子都困难，绝对不考虑了。然后我就问他，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他说我还是希望对方是90后吧，当然呢年纪越小越好我不拒绝只要人家不嫌弃我，本科学历就行了，如果长得好看那大专学历我也可以。
然后呢，我就试着给他推荐了几个90后的女孩，他呀挑中了一个95年的女孩啊，长相漂亮、甜美可爱，本科学历。于是呢，我就拨通了这个姑娘的电话啊，跟这个女孩沟通了一下这个男士的基本情况。那这个95年的女孩呢，一口就拒绝了他，说不合适啊。那我就问她怎么了，为什么不合适啊？女孩说啊，她都40岁了啊，一年才挣50万，在北京只有一套房子，开个普通的车，长得也不精神啊，还有啤酒肚那么油腻，就这样的条件，我身边都不知道有多少呢，一抓一大把的。找这样的我还需要介绍吗？我前几任男朋友都很优秀的啊，不是创一代就是富二代，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想想啊，可不就是嘛，人家又年轻又漂亮，学历也不差，怎么能看上你一个40多岁的男人呢？除非啊你贼有钱啊，他可能会考虑一下。如果没有这点优势，那他找你图你啥呀？总不能图你丑、图你老、图你不洗澡吧？是不是脑子撞坏了呀？于是呢，我就问小姑娘啊，我说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啊，人家说我想找个35岁以下的啊，年薪100万以上，在北京啊有2套住房以上的男士，最好学历比我高，长相呢喜欢高高瘦瘦的那种，最好呢情商高、聪明善良的，或者年纪大一些，成功人士也可以。啊，咱们来看看啊，你看绕来绕去啊，都是配不上的人。你们说说，现在的单身能不多吗？